过去2年啊，城投改革一直被提及，但到了2024到25年，这件事儿进入了真正落地、真正动刀的阶段。有些城市的现金流开始好转了，有些城市呢依然处于高压化债期，而这些变化正在直接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工资、社保、基建、房价、产业，甚至我们所在城市的未来竞争力。首先，咱们来看城投改革到底在改什么。城投改革不是一句口号，它涉及的4件非常核心的事儿。第一，改融资结构，短债长投的恶性循环必须修正。过去10年，大量的城投公司用短期债来做长期项目，短借长投导致项目回款慢，利息压力堆积，导致新债补旧债，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第二，改隐形债务，明确什么兜底，什么不该政府兜底。以前很多城投债，大家默认是政府兜底的，现在改革明确了哪些是政府的债务，哪些不属于政府来兜底，哪些借款要严格限制，这是分散风险的核心。第三，改资产盘活，土地不够了，那么就要盘活资产。停车场、园区、公租房、基础设施、国资股权，越来越多的资产被质押、重组、打包，用来换取流动性，这就是盘存量换现金。第四呢，是改债务期限结构，用长钱来替短钱。专项债、再融资债的密集发行，就是为了用长期债务置换短期债务。城投改革的目的是分散风险、调整结构、稳住现金流。接下来是今天的重点，那各省在城投改革中的真实位置是怎么样的呢？我把全国分成了3类，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省份看一看。第一类，现金流明显转好的省份，我们叫做稳健组。这些地方呢有4个共同的特征：财政收入稳，城市群活跃，产业链扎实，再融资债的规模大，落地快。代表省份广东、浙江、江苏、上海，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现金流压力缓解，土地财政占比下降，税收韧性强，项目有回款能力，省级托底能力强。如果你在这些省份里，你会明显的感觉公共服务、基建、社保等都比较稳。第二类呢是压力可控，但是需要时间修复的，我们叫过渡组。这些地方呢，既有产业基础，但是也有负债压力。代表省份包括四川、安徽、福建、湖北、山东、河北、重庆。他们的特点呢是财政自给率中等，土地出让下滑明显，一些城投存在着短期债集中到期的问题，省级正在统筹托底，需要3-4年的时间来修复，这是典型的地区，既不太会出大问题，当然也不会迅速的改善。第三类呢是处于高压化债阶段的省份，我们叫做高风险组。这一类地区的风险可能你已经有所感受了，比如说西北、东北的某些省份，他们的特点是人口持续的流出，土地财政依赖度极高，城投负债规模和财政收入极不匹配，公共预算压力大，需要更长的时间完成流动性的出清。这类地区短期内仍然会以稳风险为主，任何大规模扩张的政策都不会出现。那么城投改革会如何影响普通的家庭呢？很多人会觉得城投改革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非常大。我总结4点第一，公共服务的质量会分化，因为财政稳健的地方，教育投入就稳，地铁、基建会按计划推进，医疗、公共服务会明显改善。而财政弱的地方，它就有可能进行停止扩张，收缩公共的支出，甚至部分基建暂停或者延期，城市之间的差距会逐步拉大。第二，房价走势取决于城市财政，不是大家的情绪。这个地方的财政好了，那房价才具备弹性。如果这个地方的财政弱，那么房价会长期承压，这是在2021年到24年已经被验证的规律了。第三呢，就是就业和产业会重新洗牌，财政稳的省会城市群的中心招商能力就强，财政弱呢，那么这个地方的国企事业单位扩张就会受限，这就会直接影响本地的就业稳定呀。第4点呢，银行信贷政策也会分化，银行其实已经做了更精细化的城市分类了，对于优质的城市来说，银行更愿意给这些地方放贷，而对于高风险的城市来说呢，银行会严格的进行风控。未来房贷、经营贷、小微贷等都将受到地区财政信用的影响。
我给大家总结了4个城投改革的趋势，帮助大家提前判断自己所在的城市和省份的未来。趋势1，省级统筹继续加强，省管县、省级平台托底会成为主流，降低区域之间的差异。趋势2，资产盘活将会大幅的加速，停车场、公租房、园区、国企股权都会成为融资工具包的一部分，这是这轮改革最重要的现金流来源。趋势3，化债将会更加公开透明，未来会有更多的省份会公布自己化债的进度表、专项的债务安排，这是提高省份城市信用透明度的关键步骤。趋势4，房地产和城投会脱钩。随着地方土地财政的退潮，城投公司会回归运营型，而不再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这就意味着城市的发展未来会更多的依赖产业，而不是地价，这将深刻改变城市的竞争力。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何判断你所在省份的风险等级呢？我给大家一个简单且有效的3个指标的模型，你只需要看这3件事儿。第一，这个地方的财政自给率怎么样？如果大于70%，那说明非常安全。一个地方的财政自给率越高，就越稳健。第二，土地收入占比是多少？如果大于30%，说明风险偏高了。那这个地方的依赖土地成分越多，就越容易触发债务的压力。第3个指标，看城投的短债比例。如果能小于25%，说明是比较健康的。短债的比例越高，越危险。这3个指标，再加上你所在这个城市或者省份的人口流入趋势，你就能判断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安全的等级。这是你在家庭资产配置里一定要掌握的一个判断的框架。接下来呢，我会继续讲哪些城市在入围，哪些城市在出清，以及普通家庭应该怎么做。城投改革本质上会改变城市信用排序，有些城市的财政状况呢正在快速的改善，已经出现了新一轮的入围者。我选3个明确的特征以及相应的核心代表城市供大家参考。第一个特征，产业链稳健、现金流改善的工业型城市。这类城市呢，土地财政依赖度低，财政的主要收入靠税收而不是卖地。典型代表比如苏州，它的产业链就很完备，税收贡献极强。比如宁波，它的财政自给率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比如佛山、东莞，它的制造业基本盘非常的稳固。那这些城市的共同特点就是它的税基稳，工业利润率回升，地方财政抗周期能力强。城投风险在2024到2025年明显舒缓了，这类城市越到后面会越稳，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下的最大受益者。第二类呢，是有强省会加都市圈带动的核心城市群中心，城市群越强，财政越稳。典型代表呢，包括成都、武汉、合肥。省会虹吸效应明显，比如杭州、阿里系带动的数字经济，比如青岛产业链高端化能力的提升。这些城市的优势不是靠卖地，而是靠人口的持续流入、产业的集聚、省级资源的倾斜。城投改革执行力较强，都市圈越成熟，财政的抗波动能力越强。第3类呢，就是资产盘活做得快的沿海财政强省，这些城市的盘活效率很高，现金流改善非常明显。代表的城市包括深圳，它的国资盘活能力可以说全国遥遥领先。比如说厦门，它的产业很稳定，财政很稳健。比如说无锡、常州，他们的土地财政占比都不高，税收又很稳。那这些城市未来的特征就是债务压力会更轻，产业驱动力会更强，城市竞争力会提前进入第2曲线。那么哪些城市在被出清呢？那就是高压化债的地区。当然我要声明了，出清不代表这些城市要崩溃，而是说他们要回归合理的规模。但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呀，你的资产配置决策就要更谨慎了。以下3类值得关注。第一，就是土地财政依赖度高、人口流出的地区，比如说一些西北地区啦、东北部分的省份啦，以及部分的中西部地级市，他们长期依赖土地财政，而过去3年土地收入的下滑，让他们暴露出更强的现金流压力。
它们的典型特征包括卖地收入占比过高、财政自给率偏低、人口净流出明显、城投短期偿付压力集中。如果一个地区的土地收入占比高，而人口又持续流出，那么未来3年都属于收缩期，需要时间完成出清。第二类就是城建扩张过快、存量项目过多的地区。一些中西部扩张较快的3、4线城市，在过去10年中建设了大量新区和公共设施，项目的经营回款能力又非常薄弱。它们的特征就包括城建投资过度依赖负债，存量项目回款弱，收缩投资规模成为了必然，城投现金流承压。这些城市正在从扩张模式调整为收缩模式，回归他们的合理节奏。第3类呢，财政自给率极低的地级市，主要分布在东北的部分城市、内陆欠发达的地区以及人口趋势不佳的城市。它们的特点是财政自给率很低，通常小于50%，工业税基薄弱，托底能力有限，城投需要较长的周期完成一个平衡。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城市的出清也不是坏事儿，而是财政结构正常化的一个过程。它不是某些地域的问题，而是财政模式、产业结构和人口趋势的共同结果。那么普通家庭该怎么做呢？首先大家要考虑城市层面的决策，主要得看现金流，不要看你这个房子的房价。判断你所在城市是否健康，我们要看3件事。第一，它的财政自给率是否能大于70%，这个比例越高越好越稳。第二，你的城市的土地收入占比是否小于30%，越低越健康。人口持续净流入的数字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这是一个关键的变量。如果你的城市满足了以上这3条，那说明这个地方的房地产会更有韧性，这个地方的就业会更稳，这个地方的公共服务不会收缩。如果你所在的城市不满足这3条，说明这个地方的房价中长期肯定要承压，说明这个地方的就业很容易波动，说明这个地方的公共支出将会收缩。决定不是买不买房，而是你在不在健康的一个城市。第二个呢，就是家庭资产层面的决策了，不要让房地产在你的家庭资产占比过高。我给大家说一个非常直接的、很实用的规则就是房地产在家庭净资产中的占比。对于稳健型的人来说呢，这个房子占你家庭总资产最好不要超过60%，激进型的人呢，你不要超过70%。如果超过80%了，我认为你是高风险的家庭资产配置。这是因为你的现金流会很弱，因为房子的流动性差。而如果你所在的城市地方财政又不好的话，它的压力会传导到房地产。过去3年，中国家庭资产配置遇到的主要问题，本质上就是房地产的占比过高。第3个就是投资层面的决策，要把握财政强省的潜在红利。如果你的家庭投资在考虑迁移或者配置的方向，那当然可以关注产业型强的城市，比如说苏州和宁波，或者都市圈核心的城市，比如说成都、合肥、武汉，或者资产盘活领先的城市，比如深圳和厦门。一个地方的城市财政改善的越快，它这个地方的城市信用就越好，那这个地方的房价韧性就越强，那你的资产配置就更稳城投改革是一个让我们重新认识城市价值的窗口期，越早能看懂的人，越能提前布局新的城市红利。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你看懂哪些城市未来会真正有正向的现金流，哪些城市具备产业的驱动力，哪些城市能留住人，哪些城市的财政模式可以持续，未来的中国呢，会出现更稳的省份、更强的城市群、更明确的财政信用分层。我们只有看懂了趋势，才能够提前做出正确的家庭资产配置决策。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